大家眼前的这个公路是新疆最险的公路，在30多公里的距离内，你需要在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转600多个 S 弯，其中有近200个是急转弯。更极限的是，这些 S 弯和急转弯的操作都是在上下坡时完成的，而且在海拔近4000米的地方，驾驶时身体的高原反应也是需要克服的，可见这条路是如此的有挑战性。这条公路就是新疆驾驶难度最高的公路之一——盘龙古道。有无数人自驾到中国最西边的国境线附近，就是为了体验这一生难得一次的经历。在盘龙古道的入口和出口都会看到这样一行字：今天走过了所有弯路，从此人生尽是坦途。如此有诗意的一番话，也暗示着盘龙古道的驾驶难度之高，危险性之大。其实这条公路是新疆的一条连接塔县和瓦恰乡的公路，它也叫瓦恰公路。最初的建设目的是为了方便村民的出行，但是这条公路确实太令人震撼。从空中来看，它宛如一条黑龙盘旋在黄色的大地之上。因为弯道最多的地方主要分为2段，所以大家就把这2段路称为大盘龙和小盘龙。大盘龙道路较宽，小盘龙的弯道更多更密，驾驶难度也更大，看起来更为震撼。盘龙古道的不远处就是喀拉昆仑山脉和昆仑山的雪山，如此美景再加上如此的挑战性，让这条盘龙古道出道即巅峰，成为了中国最有名的道路之一。如果是你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敢来挑战吗？上期视频讲到我们在中巴友谊公路行驶，去盘龙古道的路就在中巴友谊公路的旁边。除了出名的大小盘龙，这条盘龙古道到处都是弯道。离开中巴友谊公路后，就正式的进入盘龙古道了。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一段称为水秀舞的路段，这段路程刚开始就让我们倍感压力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们现在在新疆喀什地区的塔县。今天我们要开车挑战一下传说中的盘龙古道。我们5年前来塔县的时候，当时还没有这条盘龙古道，但这2年这条路真是火遍全网。其实呢，盘龙古道是瓦恰公路的一段，瓦恰公路就是从塔县到瓦恰乡修的一条公路，其中盘龙古道段就我们等一下要走的有39公里，而瓦恰公路的全长是70公里，其中呢另外的30多公里都是平路，但是我们等一下要走39公里，完完全全是那种盘山的这样走的。39公里听起来不长但是等一下我们的挑战是海拔从现在我所站的3100米到瓦恰乡上面的4200米，然后39公里的路呢，我们一共要走639个弯。所以呢，跟这儿比起来呢，我们之前在西藏走的怒江72拐呀、珠峰108拐啊，真的都是弱爆了。这条路这2年真是太火了。你看前面那么多游客，走吧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。我看那边有一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，看看去。因为盘龙古道的弯特别多嘛，所以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看到这边有一个规定，关于塔县盘龙古道通行规定的说明。这里面说了盘龙古道目前是限行的，只能通行7座及以下的车辆，像我们常见的那种房车旅途运输车那种走不了了。之前房车还是可以的，那今年新出的规定，房车也不能走了。走吧，去前面看看去。其实呢，很多人来到盘龙古道这里第一是为了获得这样子的驾驶体验，那另外呢，也是因为这句话真是火遍全网，非常激励人的一句话他这样说的：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，从此人生尽是坦途，就非常的鼓励我们的一句话。但是今年我发现这边又新弄了一个路牌，这个是早的旧的这个上面，然后今年这又修了一个新的，写的是同样的话，也是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，从此人生尽是坦途。我发现很多游客来这儿，他们也不是为了去自驾这条路，就是为了在这个位置拍照。我看好多人开车停这儿拍照就走了，没有上去走这个路。
这里有一个关于盘龙古道更详细的介绍，那很多人就会问，为什么要叫盘龙古道呢？你看这边说了啊，盘龙古道拥有数百个弯道，如同一条巨大的游龙一样，盘旋在海拔约42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盘龙嘛，一条游龙盘旋在帕米尔高原上，名字就这样子来的。我们也找一个地方拍照打卡吧。我们要不先拍这个，那边有人。盘龙古道比较有名的几个路段分别是水秀舞、小盘龙和大盘龙。驶入盘龙古道后，这是一个山口，在山口处也有无数的小弯道，从上看这些弯道就像一阶阶楼梯一样。驶过这些路段，到达一个山口就能看到水秀舞。水秀舞路段不像大小盘龙那样壮观，但是更多了一份秀美。从盘龙古道入口到山顶的垭口这一段路程就被称为大盘龙。我们现在开始自驾盘龙古道了。其实盘龙古道是分大盘龙和小盘龙的。大盘龙顾名思义哈，它是那种就有点像怒江72拐那个路是走的比较久一点，然后再转弯的。就是从上面看的话，那个弯稍微乱一点儿，但是气势很宏伟啊。然后小盘龙啊，就是大家在网上见的最多那种，走几十米就要拐一下，几十米就要拐一下，那个叫小盘龙。小盘龙更秀美一些，也有人把那个叫发卡，就像小姑娘头上戴的那种。前面已经开始盘完了，前面已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哎，这还有个自驾营地，盘龙古道自驾营地修好了。盘龙古道，哇，我们现在好像马上就要盘了。对，你知道我现在看着盘龙古道什么感觉吗？头疼，因为我觉得马上这海拔要上1000米。对，主要是海拔上太快了，在30公里哈，这么短的距离，海拔要上1000多呢，很容易高反。我前方限30。对，进入山路，小心谨慎驾驶。我前面已经开始盘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转第一个弯了，我都有点紧张，因为刚才路边的路牌写的是前方即将连续转弯30公里，请谨慎驾驶。其实30公里弯路都还好，因为我不晕车，但是我好害怕高反，这个太快了，上的太快了，20-30公里海拔一下 biu 就上去1000多，害怕呀。我们现在海拔多少？我们现在是3200左右，上面是4200。就还挺快，挺夸张的啊！4200那边风很大，也很冷。盘龙古道感觉也是个口哈，也是个峡谷，往里走一段时间哈。对，其实它为什么叫盘龙古道？这个古是咋来的哈？其实正常的话，你说像一条龙盘在山谷，叫盘龙大道什么都可以哈。对。因为这条路实际上它是以前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，也是一条很有历史的路，所以呢叫它盘龙古道。大家看这个弯度啊，摩托车转弯的时候真挺危险的，因为现在这个弯比较小，这639个回头弯里面啊，大多数是180度的弯，有个别都270度了，挺恐怖的。这条路感觉好费油啊，一直在上坡，而且弯又多，还得一直减速再加速这样子。我觉得这路不光费油，还费人，费胳膊。哎呀，这胳膊打着都疼。抡方向盘抡的了。是。那一会儿我们看看距离，现在距离瓦恰乡还有34公里，你开上一半，我开另一半吧。行，说好了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其实刚刚走上盘龙古道的前面这5公里还可以啊。稍微过一会儿有个弯儿，也挺急的，这会儿。弯也不小，也不小，也不小。刚进来那点儿行，到这块儿就已经开始180度了。对。哦天哪！哇，这段路也太费油了吧！我们刚刚在下面准备开的时候，车的油箱显示，因为我们刚加满油嘛，油箱显示是900，续航900，现在已经变成750了，我的天！我们才开了5公里。5公里用了150公里的油，哎，对的，好恐怖啊！哇，哈哈，大家看前面已经开始 S 型了，对，小盘龙啊，这算一个是吧？迷你盘龙吧？对，这点还小着呢，这整个都是在山谷里面开的。对，现在我和文涛都有点耳鸣了。我们刚刚从盘龙古道走了一点点，刚走一点点，这一块
感觉已经开始盘了，好多个。现在我眼前能看到大概已经有7、8个小盘龙了吧？这是算是一个迷你盘龙，因为狒狒说盘龙古道分为大盘龙和小盘龙嘛。我们现在已经走了10多公里了，一直在上坡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现在的海拔已经是4200米了，也就是说盘龙古道也不是一直上坡的，它是先上坡哈，上到一个高点，等到快到瓦下乡那个位置，应该是要往下降一些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才走了不到一半嘛哈，海拔已经到最高点了，4200了。看前面这个路啊，全是这种回头弯。我感觉我们已经开了有上百个这种回头弯了哈，还在继续。盘龙古道一共是39公里，我们现在一共已经走了15公里了。这15公里是纯上坡，连续上坡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的海拔已经到了4216米。现在这个位置呢，就可以说是一个垭口或者叫打板吧，最高的一个点。那从这儿往后啊，就那边是瓦下乡的方向，继续往瓦下乡的方向走，我们要连续在下坡20公里。然后海拔从4200可能再降到3000多，所以这个路还是真的挺挑战人的。因为它上和下都很快的时候，我们的耳膜就很难受，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。我们走吧，继续。我们在下坡的途中呢，遇到了一个观景台，叫水秀观景台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水秀的那个样子哈？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鹿的形状，这就是水袖，就那种戏曲演员他们这样子挥起来的那个袖子的那个形状在飞舞。看这条路啊，我的天哪，这往下走，这也就是几公里啊，这样来回的转圈儿。这现在这边的海拔已经是从4200降到刚刚4000了，但是还是很冷啊，风超大。我们继续往下面走，那个绿色河谷那一片应该就是瓦恰乡了，也很漂亮，在雪山和河谷下面那块很漂亮。离开盘龙古道的垭口不远处，我们就进入了最令人激动的小盘龙路段。大盘龙显得磅礴大气，但是小盘龙却更是整条路的点睛之笔。不管从美学角度来看，还是从驾驶难度来看，小盘龙都更胜一筹。有的车在大盘龙还会保持一定的车速，但是面对小盘龙，任何人都会保持谨慎。走完了这段小盘龙，就会到达瓦恰乡。我们现在正在开的这一段就是小盘龙，走一点点就要拐弯，走20-30米就有一个弯道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地图吧，看我把地图缩小一点，哇，这简直跟那个长道一样。灰色的是已经走过的部分，然后绿色的是即将要走的。天哪！我们走到一个观景台的位置，才能看到小盘龙的一部分。首先，这个观景台是才修好的。我看到啊，旁边修了个很大的停车场和这种钢架的栈道观景台。对，我怀疑啊，这个地方以后可能要收费了。是的，大家要来这边游玩要趁早。是。新疆就是这样子，这2年还免费，过2年说不定就收费了。在这看着小盘龙确实很壮观啊。对。而且每个车都开得很慢。你看啊，那个黑车、豪白车。对。就10多米就要转一下了。是的。10多米就要转一下。天哪！哦，现在的海拔3700米。我们刚爬了个坡，还有点累。虽然说大盘龙啊，它那个弯更大一些，跟72拐一样。是。但我觉得这个更震撼，视觉效果更震撼。是的。这条路关键是它窄，然后弯又大，都是这种180度的大转弯。并且呢，它是双向车道的，对，有车上有车下，在转弯会车的地方特别危险，因为好多车它可能缺乏这种开山路的经验。对，我们经常去西藏就还好，他们好多车没来过，就经常借别人的道，超危险。关键很多像这种还好能看到，我们刚下来那个弯都是山体掩护着的，根本看不到对面。对的，你看那些车开的一个比一个慢，真的都很危险，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。
狒狒走到这儿已经两腿发软了，因为这看着旁边这个小盘龙古道，再看着眼前这个山脊上的路，真的瑟瑟发抖。我们已经到一个这个观景台的平台的位置啊，从这儿走过来不容易呢，因为这个观景台是山脊上建的。但这个位置看这边小盘龙还是不错的，能看到大部分的小盘龙，一点蜿蜒蜿蜒上来的。哇，看前面还有山脊上的路，是吧？对，感觉很难走，对，整个都特别的难走。这条路真是不好走呢。哇，这个路真的是没走10米啊就要拐了，20-30米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拐过来了，对吧？这马上就是弯。我话音还没有落，我们又在拐这个弯了。其实这个路面状况还是挺好的，坑也有，但是不多。但最主要就是它这个弯太难转了，尤其对面有来车会车的时候。这弯真的是还没走2步呢，这跟珠峰108拐还有点像啊。是的。我们现在距离瓦恰乡还有9.4公里，现在最难的那部分到了，就是小盘龙。看一下这条路，我们等一下要这样走，哎，这个就更夸张了，这感觉走3-5米就要拐一个弯了。这条小盘龙走完到尽头，我们就会到达瓦恰乡，在这个位置。瓦恰乡。